好啦，咁啊，大家睇到咧就係咧發明導師咧就帶咗3位學員嚟到呢度學習風水，呢度一睇就知學咩咧？陰宅。咁啊，有啲陰宅嘅基本功咧，其實就唔單止你哋啦，觀眾咧都應該要學下嘅。以下落嚟，我就會問10條問題，係快問快答。咁而答案咧就喺導師度啊嚇。好，馬上第一條，睇下呢度，如果墓碑係裂嘅，咁證明咗乜嘢？后代会出问题。要么就是破财，要么就是身体出问題，主要看裂在哪裡，是上面還是下面，是左邊還是右邊啊？好，答案對，好，第二條，陰宅嘅位置盡量避免附近有乜嘢？唔好靠樹咁多，呢啲環境即係全部都係，如果有樹靠得多係咪？如果係個根生咗入去之後，佢都會影響到後代嘅一啲運氣咁咯。仲有冇？又或者附近會避免有啲乜嘢嘅墓喺度？冇啦，我係諗到呢一個部分啫。答案樹根佢生得太近，的確係唔好，但係佢可以離遠啲嘅。有咩墓喺度，咁其實最好就唔好前面有細路仔嘅墓。明白。OK，好啦，如果細路仔嘅墓要葬嘅話，應該葬喺邊度？好，可能是偏外面的位置吧。因为小孩子嘛，不要给他走这么远，怕害怕。就外面他的家人来拜访他的时候，也比较好探他。遠的是高還是低？比較近的，比較像靠外面的那種。靠外邊，靠墓園的外邊。邊邊都係啱嘅，最好就係最高個位。點解咧？因為細路仔嘅話咧，佢唔好去騷擾到前面嗰啲墳嘅人。一般嚟講咧，細路仔喺前面喺個墳地嘅前面嘅情況之下，基本上佢嘅後代可能會有極大嘅問題出現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個墳墓附近有好多雜草，或者甚至墳墓有雜草，咁又會點咧？一個是舉手，舉手。墓園裡有雜草呢，一個是說就是自己的子孫後代，他的要麼就是雜事瑣事比較多，要麼就是他的前程會不穩定，要麼就是就是看那個雜草粗不粗壯，或者長不長刺兒，有什麼奇怪的雜草，可能不生孩子呀這種。對，前面都係啱嘅。嗱，所以點解我哋咧即係咧春秋二祭要去掃墓咧？記緊睇下有冇雜草係影響你家宅㗎。好，下一條。雜草就唔應該有啫，但係如果喺個墓裏邊種羅漢松，又會點咧？什麼嚟嘅？羅漢松。羅漢松。松樹。松樹啊！猜不到嗎？它長什麼樣子我都不懂。也可以寓意成一個遮風擋雨，它可以幫忙擋煞、擋風、擋所有的東西，也是一種庇佑。最主要係可以擋到煞啦嚇，OK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喺呢一個嘅墓四周圍啲墓係高過你嘅墓嘅話，咁你要點做？你介紹。好。他來。我沒有。係。比如說它的左邊比較高，家中的女丁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傷害。那麼右邊高的話呢，可能就是家中的男丁啊，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傷害。改善的方法就是把它砌得一樣高，或者比它高就高，高點咯。嗱，好啦，有乜嘢原因佢哋係一定要遷墳？可能是那個墓地已經是淹水了，或者是那邊他們太低，太後面已經太遠了，沒有人要去拜，他們遷墳到一個他們比較舒服的地方，比較乾淨的地方，他們拜得比較舒適，他們就可能會把它去遷墳。好，答案都對的。墳墓上邊咧都會有寫上啲字嘅，應該用啲乜嘢顏色？紅色，因為紅色是代表是往生人過後，他們才會用紅色的，因為他們往生過後，他們才會用紅色的顏料去寫那個名字，所以他們就說生人就不要用紅筆來寫名了。好，
它还代表什么寓意呢？不知道。答案其实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红红火火，對对我们带有前途的一个意思来的。咁金色用唔用㗎？金色可以，係咪啊？红色、金色是最好的，而且它们能量会比较大，就是带给后代的东西会更多，也可以挡煞。哦，亦都可以擋煞，係係嘛？嗱，有句説話咧就叫做神前廟後，其實 O 唔 OK 嘅咧，即係得唔得嘅咧？我觉得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首先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庙，那包括很多的像墓地啊，就是它的里面会有庙啊，所以说也会给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呢，一些比如说像武将的庙啊，就是它的庙前庙后其实是不太宜放阴宅的。对。答案非常好，全對係嘛？係好啦。如果個墓上邊有高壓電，對子孫有乜嘢影響？有高压电缆，有高压电缆是不是会有压力？因为有电，他们就讲是一种压力嘛。可能它是一种对子孙后代会有一种压力吧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压力一点。啱唔啱？好，其实也不单只是这个原因的，要看那个就是高压电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，来平衡它这个对后代的大小。但是也是有一点，最主要是什么呢？它高压电它是一个频率，就是一个电磁波。这个电磁波越强的情况之下，对鬼魂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影响，它会把鬼魂的一个灵魂体给撞散，所以很多鬼魂是不喜欢在高压电下面，也意思就是他回不了家。他收不了任何東西啊！好啦，10條裏邊咧，你答咗幾多條啊？嗱，記住啊，陰宅嘅風水係會影響後人嘅。